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后汤。自2021年疫情爆发后，越南政府就将三就地的模式作为既能对抗疫情又能确保生产的一个主要方案。然而呢，越南似乎不得不放弃这个曾经在北越施行成功的新工作模式。政府越来越需要依靠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自身举措，来制定更有效、更贴近现实的一个防疫措施。那今天呢，麦后汤就来介绍什么是三就地。各位外派朋友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很多人觉得是无稽之谈。但它在北江北宁工业区确实的成功施行，也让许多工厂正常的运作。本期的影片呢，将会就三就地的评估及考量流程，帮助你对此一政策更为了解，也利于您在未来做复工决策。还请您继续看下去。在2021年8月12日，越南卫生局向各省市发布正式通知，强调各级政府、生产经营机构、工业园区将采取适当的疫情管控措施，以确保安全生产。在这个前提下呢，需视各地的实际情况而定。那企业除了需确保疫情的防控安全外，必须每7天定期为员工做核酸检测，费用自理。那不符合上述要求的企业将遭到政府勒令停业。那究竟什么是三就地呢？三就地简易来说呢，就是在地休息、在地生产和在地饮食。那至于什么是2点一线？2点一线呢，就是指将工人从住所运送到生产工作的地点的路线。那这里的2个地点呢，是工人的住所和企业的生产区域。因此呢，在全国多省市新冠肺炎疫情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为了安全生产，企业需要进行三就地2点一线的封闭流程，以确保健康以及员工的安全，并确保公司的一个生产进度。而获得三就地许可的条件如下：针对员工的部分，需要员工同意上工，且员工在进公司前核酸检测须为阴性。对于公司呢，需为员工安排休息和生活，举凡食堂的3餐、厕所、卫浴设备、休息场所，并且需要定时鼓舞员工的士气。那另外呢，公司需有妥善的防疫计划，确保5K 的落实。5K 为考章、可款、宽卡、空的答、开包衣体及佩戴口罩、定时消毒、安全距离、减少群聚以及医疗声明，并建立和培训流行疾病的预防小组，以及评估生产的效能和能力。在今年春季的疫情期间，由于疫情在北越先爆发，在北江、北宁2省为了正常生产及营运，实施了三就地的模式，成功的稳定了当地的生产工作进行。然而，推广到南越的各个省份却不适用于南越。越南国内媒体强调了2项原因：第一点，南方企业的规模远远大于北宁、北江的工业园区，落实施此措施的时间过长，往往造成企业的成本过高。合适的时间呢，一般推荐只有7到20天，而在南越，疫情已经延烧了2个多月。第二点，因为疫情的日益严重，许多原物料以及运输的供应链受到严重的影响，使得企业面临断料或断货的窘境，因此造成三就地的时间更加的延长。接下来呢，就带大家实地的看看北宁、北江工业区的三就地实况。那关于三就地是否能够正常营运呢？这边就不得不提到损益平衡点了。所谓的损益平衡点呢，就是将固定成本除以卖出的价格减掉变因成本，来取决需要生产的数量。这样听不太懂，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子吧。那这边的话，就三就地能否赚钱呢？这边计算损益平衡点的公式，如刚刚所述。那首先就是固定成本的话，相当于独立于销售量的一个成本，也就是像是租金这一类的。那卖出价格的话，就是产品的销售价格；变因成本的话，就是取决于销售量的成本，例如制造产品的成本。以 XYZ 公司为例，其固定成本包含租金、资产折旧、人员薪水和财产税等等，这些成本加起来每个月约180万元。如果他们的产品是鞋子，与生产鞋子相关的变因成本包括原物料、工厂劳动力和货柜费用等等。可变成本呢，以每单位80元来计算，以该公司每双鞋子平均价格200元来算，则为180万元除以120等于15000个单位。
一言之呢，如果要达到损益平衡，需要每个月做到15000双的量才能达成。那要开始赚钱的话，就是从15001双才能够开始赚钱。那么综上所述呢，如果要申请三就地，以下将会是评估公司是否可以执行三就地的流程。那在这边的话呢，在报表里面大家可以看到，除了需要评估公司准备的一个状况之外，还必须透过政府的一个评估结果来了解说究竟可不可以执行三就地。再来呢，就是进行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个损益平衡的状态。唯一不一样的部分的话，这是包含了固定成本、变异成本以及因三就地产生的一个变动成本。那评估完损益平衡，再加上自己的准备已经充分完成之后，政府评估也没有问题之后，就可以确实的执行了。然而，光是为了符合准备条件，就已经让许多小企业为之却步。截至8月15日下午6点，越南累计确诊人数已经超过27万例，累计死亡5744例。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候，在员工愿意来工作的前提下，来的数量往往仅只有30到40%，且公司需要安排食宿、卫浴等场地给员工。一来场地受限，二来设备受限，员工睡在哪，卫浴设备该怎么处理？加上每7天要做一次核酸检测的费用，在巨大的成本压力下，产能及产效不但不能达到正常水准，还有可能越做越亏。加上每天面对群聚感染的风险，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放弃进行三就地，而选择了停工。专家们纷纷建议以加速施打疫苗取代三就地的方案。政府也喊出了要在今年9月中结束封城，恢复正常生活，并让胡志明的疫苗覆盖率达到70%。截至8月13日提供有关 COVID-19 流行情况相关的讯息发布会上面，副总理杨英德说，仅在5-6轮的一个接种疫苗计划中，全胡志明共注射了3291872剂疫苗，加上上一轮接种的人数，全市共有超过430万人接种了疫苗，其中超过了10万人接种了2剂，也就是说有近50%的人已经打了第1剂疫苗。日前呢，众多品牌也因为越南的供应商都停工，那总计有90间的世界知名企业的 CEO 共同向现任美国总统拜登请愿，希望美国能够援助越南更多的疫苗，其中就包含了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牌，比如 Nike、Adidas、Coach、Gap， 还有就是 VF 以及 Under Armour 等等。其实早在上个月呢，美国成衣及鞋类协会 AAFA 就已经向美国与越南政府双方请愿，请求加速分配疫苗与越南的主要品牌供应商。信中清楚地写着，越南目前是美国服饰鞋子第2大成品的供应国，也是美国小型鞋业的重要供应国，许多重要的配件都需自越南进口，并关系到300万美国劳工的生计。因此，在越南的各位，期待疫苗早日抵达，让各工厂正常复工吧。那么本期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底下留言给麦果汤。若有说不圆满的地方，还请帮忙指正。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呢，请帮忙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